可是你养女，你就这么把她推到地上？呸！什么养女？她是我女儿。你今天要是不给我拿钱，别怪我把她带回家去。我这是穿越了，养父是个卖女儿的吸血鬼，我再加了个好婆家，国家却也被父亲坑得一穷二白，这日子还真是天崩开局啊！儿媳呀，不是我不想给钱，实在是拿不出钱了。要不你回娘家待几天吧。回娘家不会是要休了我吧？婆婆，我不回去。今天的情形你也见着了，如果我回去的话，我养父肯定不会给我活路的。我也知晓儿媳你是个好的，可是你的养父实在是……如今咱们家也没银子了。婆婆，你放心，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。恭喜宿主治国最强美食系统！美食系统？本系统致力于服务宿主成为古代最强小厨娘，只要让更多的人吃到宿主做的食物，就能够获得各种奖励、财富、地位，甚至回到原来的世界都可以。太好了，我一个现代人来古代做饭，不是小菜一碟吗？还能顺便摆摊赚钱，一举两得。好香啊，这是何物啊？婆婆，你先尝尝味道如何？怎么这么好吃啊？系统让我摆摊卖油饼，可村里的人都忙着种田，这吆喝不出来，可怎么卖呀？哟，这不是老赵太太的儿媳吗？怎么在这儿蹲着呢？你婆婆的病好点了吗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闻着好香啊！啊，王婶儿，你尝尝这个。这个还真不错。你看我这早上也没备齐早餐啊，没事儿，不用和我客气，您拿走吧。我也不能白要你的东西，这食材还得花钱，多多少少你也收一点。王婶儿，这一个饼一个铜板就好了，你给的太多了，太多了。上次去你婆婆那儿借些菜，就当是那些菜的钱了。有好感值加10啊，还真有好感值啊！乔乔，你这饼用料够足啊，吃一个我这一上午就管饱了，撑到中午绝对没问题。一个铜板对吧？给我拿一个。啊，我也要一个。我也要。味道真不错。哎呀，老蔡呀，出事儿了！出啥事儿了？那崔站的又来了。哎，咱闺女小小正在田里上卖东西呢。啊，听说一会儿功夫就卖出去40个铜板呢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那钱都被别人拿走了。哎呀，去，我把钱要过来。哎呦喂，这不是我的女婿吗？哎，我说女婿啊，我那个女儿怎么还没回来啊？不是赚了好多钱吗？怎么也不拿回来让人看看啊？是不是打算把钱都独吞了呀？啊？不，爹，这就是我的相公赵康成，看着还不错。哟，赚钱的回来了。哎呀，手上有多少钱啊？拿来，赶快把钱拿出来，不然别怪我现在开始闹了啊！什么钱？什么钱？哎呀，女婿啊，你还不知道，今天小小啊在田里啊可卖出了好大一笔钱。这个食材是我从家里拿过来的，这个钱自然归家里。哎呀，没问题呀，蔡家也是家嘛。哎呀，岳父，有话好好说呀。小小，快把钱拿出来。要我把钱拿出来可以，但是这笔钱
就当做是我跟你们的分家费。哎呀，分家费？你一个嫁出的女儿分什么家？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拉扯大，我要几个钱？怎么了？要几个钱？那是要几个钱吗？你们都要把我的血吸干了。既然我相公让我把钱给你，可以。嗯，嘿嘿嘿，嘿嘿嘿，这里啊，还有1两银子，我可以一并给你，但从此以后你们就不要再来找我了，知道了吗？嘿嘿嘿，蔡小小，你个没良心的，不来找你就不来找你，你可别后悔。我不后悔。很好，就等着你这句话呢。哎，成了。糟了，还没和赵匡成解释。小小啊？你是不是很喜欢做美食？啊。娘，既然他想去，就让他去吧。多谢婆婆。刚挣到手的钱又没了，婆婆的病情又加重了，怎么办呀？哦，对了，恭喜宿主获得100点时刻喜爱值。看来婆婆也很喜欢吃嘛。宿主前往后山将有几率得到美味野猪一只，系统提醒后山危险指数3颗星，请宿主慎重考虑哦。野猪奖励，这系统还挺大方啊。虽然后山很危险，但想要获得掉落的野猪，那也只能进山了吧。怎么才能触发惊喜掉落的野猪呢？难道又是个陷阱？哼，开干！哎，大功告成，希望猪猪快快来！哼，这怎么还没有触发惊喜掉落呢？难道方法不对？中了！中了！小小，你抓的？对呀，我厉害吧？哎，我们把这个抬下山去卖钱吧，刚好给婆婆抓药。好，哎，我知道后山有条小路可以绕过咱们村，咱们从那儿走。嗯。客官是要吃饭还是住宿？哦，我想找你们酒楼老板。二位找我们老板有什么事啊？我想跟他做笔交易。交易？野猪？哟，野猪，野猪在哪儿？野猪在哪儿？哎呦，哈哈，还真是野猪。哎，你这野猪从哪儿弄来的？这个你就不必多问了，你就说这野猪能换钱吗？当然，不知道你想换多少钱啊？不多，50两。但我话可说前面，50两不包括这野猪皮啊。50两啊！这位夫人，你这实在是太贵了，而且还不包括这个皮。你看30两行不行？王老板，你也知道这野猪肉有多难弄到，尤其是在这种小镇上。要是你没有意愿的话，那我们就去别家看这个。哎，这位夫人，50两实在是太贵了。你看我再加点，35两如何？看来王老板还是没有交易意愿呀。走，那我们先告辞啦。哎，等，哎呀，50两，行了吧？成交。小小，这野猪皮怎么弄？那就一会儿去把毛皮处理掉，然后我去卖掉吧。哎，你这野猪皮我也要了，100两野猪皮我也要了，行不行？当然可以。
白两啊，相公。等会儿先去给婆婆抓药，剩下的钱我们就添置点新的东西吧。好。那我们走了。是啊。那是康城夫妻俩？是他俩，那一车货物应该要不少钱吧？看样子康城夫妻俩应该赚了不少钱，不知道蔡老头知道了会咋样？能咋样？肯定想占便宜呗。这么多东西呀，还买了手推车，你们哪来那么多钱呢？小小啊，在山上打了一头野猪，我们把猪给卖了。婆婆您看，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药材。哟，你有心了。哎，对了，小小，你买这些准备干什么？糯米饭。糯米饭？镇上有卖的？镇上有卖的，但咱们村子里没有啊。而且我保证，我做的糯米饭绝对比镇上的还要好吃。检测到宿主提取新食谱，请宿主在2天内获取500点时刻好感知，任务成功将获得神秘抽奖一份，请宿主加油哦！什么？还有抽奖？开干！完成。哇，红枣糯米饭制作成功。嫂子，刚好我做了点红枣糯米饭，尝尝。小心烫啊！好烫呀！都让你小心点了。感知加20，加好好吃，又烫又好吃。吃什么好吃的？相公，来，你也尝尝。时刻好感知加20，怎么样啊？好吃，比镇上卖的还好吃。真的？真的，我从不说谎的。那就好，明天我就可以拿去村口卖了。张家媳妇儿又来摆摊了啊？是啊。这次打算卖什么？啊，糯米饭。糯米饭，镇上不是也在卖吗？是啊，可是这镇上离太远了，咱们村里又没有，所以我想试试。那你这糯米饭怎么卖的呀？3个铜板一个，跟镇上同样价格，但是我做的这个绝对比镇上的好吃。什么一样？哎呀，城里的糯米饭2个铜板一份，你这个3个铜板一份，是在糊弄人吗？因为我这个糯米饭里放了一样东西。多了一样东西，多的什么？秘密。哼，什么多了一样东西？分明就是故作神秘，故意引人来买。如果欺骗了大家，大家可以尽管退货，而且会原封不动的把钱还给大家。赵家媳妇儿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我们尝一尝，看看里面有什么。哼，3个铜板一份是吧？我拿2份。给5份，我也要2份。你这糯米饭里面居然有红枣。来，时刻好感知加20，加20。这镇上卖的糯米饭里啊，可什么都没有。时刻好感知加20，加20。这吃一口啊，可真的是太美味了。时刻好感知加20，加20，加20，加20。终于卖完了。对了，小小，这么一会儿功夫就卖了300多文呢。系统好感值320，还是太慢了，得想个办法挣钱才行。相公，你也辛苦了，我们赶紧回去吧。好。就每天靠早餐赚钱的话，那得挣1年才能挣到啊！我这还得开店铺、盖新房子，什么时候才能挣够啊？不行，得想一个更加快速赚钱的方法。
哎，对呀，我可以做辣椒酱呢。哼，这对于爱吃辣的人来说，这辣椒酱就是个绝佳的调味品啊。那现代老干妈是卖得多好，干，就决定做辣椒酱了。哎呀，对于相公你这种不爱吃辣的人来说是有点辣，可是对于那种爱吃辣的人来说，这种辣度刚刚好。这只要捣碎就可以吗？不，要把它放进瓶子里，再盖上几天就可以了。哦，还要等那么久？所以在这几天还是得靠卖早餐来赚钱。不过可以做些别的东西。做什么呢？哎，相公，你觉得我开个点心铺子怎么样？点心铺子呀？我还以为你要开餐馆呢。比起餐馆，我更想开的是酒楼，可是那个需要更多的钱，所以呀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赚钱。但是点心铺子有很多呀。可是我做的点心和别人不一样的。哦，哪里不一样？秘密。还这么神秘？等我做出来，相公你就知道了。好。大功告成，先做3瓶，明天去镇上再买些红辣椒和小米辣，再继续。哎，对了，婆婆，明天我打算去镇上一趟，你就跟我一起去吧。虽然之前给你买了药材，但我觉得还是让大夫亲自看看比较好。不用，我吃的这个药其实挺好的。你看这2天我咳嗽也少了。哎呀，咱就去一次嘛，反正有车。是啊，娘，您就听小小的吧。好吧，那就去一次吧。哎，来坐。相公，咱们村里盖一座房子，需要多少钱呀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我想盖一座新房子。这样，毕竟小妹也大了，总不能和咱们住在一起吧？还有，我还想给你盖一间新书房。那估计需要很大，咱村里也没有这么大地儿。村后面不是有？那个地方太危险了。也是，这山上的野兽很多，确实需要防范。哎，那我们可以建一个厚厚的石墙，这样就不怕有野兽了。石砖很贵的，还需要很多钱。100两也不够吗？100两的话，只能买普通石砖。那明天我们再去镇上问问吧。哎，不过你不是说想去镇上开店吗？那如果盖了房子的话，那就是不是没钱开店了？所以我要赚更多钱嘛，这样既可以开店，又可以盖新房子。哎呀，睡吧，明天我们再去镇上看看。好。小小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们去镇上。去镇上？这有车，可就是方便啊。就是因为方便，所以啊，这丫头啊，非要拉我去镇上看什么大夫。哎呀，那是你儿媳妇孝顺，你可真是好福气，能有这么能干的儿媳妇，真叫人羡慕。是啊，所以说这人呐，还是要多做好事的，真有好报。这老天呐，就给我这么好一个儿媳妇儿。走吧。相公，按这速度，估计到我们的时候，恐怕得1个多时辰后。我想先去把东西买了。相公，你陪婆婆在这等行不行？行，当然可以，你去吧。客官，看看想要什么，我们这里什么都有。那个大一点的多少钱啊？那个20文。20文？是的，20文。那个多少钱啊？那个10文。一个瓶子居然这么贵，我卖4份糯米饭才能买1个罐子。客官，你还要吗？要，
除了药，我还有别的选择吗？要多少？那就先来10罐吧。好，一共200文。200文，肉疼了。老板，150文行不行啊？客官，你这给的也太低了，你看180文行不行？哎，老板，实不相瞒，我就是个做生意的，所以需要这些罐子。但你别看我现在只要10罐啊，说不定我以后还会来买嘛，我也可以成为你的长久客户嘛。咱们合作好了，还可以长久做生意嘛，你说是不是？你是做生意的？老板，我没骗你。那这样行不行？160文，7天之后我带着我的货来找你。如果我没骗你的话，你再还给我10文，行吗？那你是卖什么？卖辣酱。行，我就信你一次。7天之后你可别不来啊！哎呀，我就咱隔壁村的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嘛，你说是不是？行，你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要再不同意，不好意思。160文，你拿去吧。哎，行，那装进来吧。在外面。啊，行。香口，婆婆。你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？不知不觉的就买了这么多。对了，大夫怎么说？大夫说没什么大问题，只要好好调养就好了。没问题就好，咱们回家吧。就是你啦，螃蟹南瓜包。大功告成，螃蟹南瓜包做好了。嫂子，这是螃蟹吗？好看吗？好看。不过嫂子，你不是说要做点心的吗？哎呀，这个就是这个，你别看它样子像螃蟹，但材料是用南瓜的。哦，来，和我一起蒸起来。你们尝尝，快。不错，甜度刚好，像我们这种老人家吃了也不觉得腻。确实很好吃，太好吃了，嫂子你也太厉害了。时刻好感度加20加20加20。既然你们都觉得不错，那我明天就给拿去卖了。抱歉各位，今天没有糯米饭了，不过我做了新品。这是什么呀？螃蟹。这个不是螃蟹，是包子，不过它的样子不是包子，它是用南瓜做的。多少钱呢？这里面有放红枣吗？没有，它里面什么也没有。不过它整个面团都是用南瓜做的，而且里面还有红豆呢。给我来一个螃蟹包。行。不用包了。小心烫。松软香甜。赵家媳妇儿，你这手艺越来越好了，这螃蟹包做的真的不错。你喜欢就好。给我来一个。我要5个。你太贪心了，小小，我来10个。大家别抢，每个人都有啊，挺多的。来，您的。时刻好感值加15加10加15加25。恭喜宿主在2天内获取500点时刻好感值，任务完成奖励宿主神秘抽奖1份，请宿主查收。终于完成了。恭喜宿主获得美味豆浆秘方1份，请在3天内获取1000点时刻好感值，任务完成奖励宿主神秘抽奖1份，请宿主再接再厉。豆浆可以，刚好可以搭配螃蟹包卖。赵家媳妇儿，你再给我留一个，我给我家婆娘也带回去一个。行，我给你留一个。好，赵家媳妇儿，你这螃蟹包明天还卖吗？卖。赵家媳妇儿，那你明天可得多做点，今天这根本就不够人分的。行，我知道，我明天会多做一点的。来，有旨。大爷，您的，拿好了。好，谢谢您了。谢啥呀？你这包子本来就好吃，就是有点噎得慌。你说的这个问题啊，我也想到了，所以我打算这2天就出一个新品。新品？什么新品？这是秘密啦。那好吧，那大爷就期待你的新品了。行，下次你们再来啊。好。
小小，你又想到什么了吗？咱家后院不是有个石磨吗？我打算用那个做豆浆。豆浆？对啊。你怎么那么多奇怪的点子？因为我是厨师嘛，厨师就是得有不断的创新的想法嘛。就是这个豆浆也是我想了好久的。总不能告诉你我有系统吧？那个石磨已经好久没用了，不知道还能不能用。肯定能用，石头放再久都没问题。正好我昨天买了黑豆，可以用来磨黑豆豆浆。好，走。我来试试。除去2次去镇上买的东西和给婆婆看病用的钱外，再加上这几天卖早餐挣的钱，现在居然还有100两银子。相公，先前做的辣酱快好了，我打算到时候去镇上看看店铺，你觉得行吗？你都开店了？好，你既然决定了，我全力支持。好。哇，相公成功了！是啊。嫂子，你在做什么呢？我们在弄豆浆呢。豆浆？那是什么？就是一种能喝的东西。喝的？那好喝吗？好不好喝？等会儿给你尝尝。行。尝尝，怎么样？不错，这味道我喜欢。我觉得有点甜，但味道确实不错。嫂子，太好喝了，我还要喝。好，多喝点。时刻好感值加20，太好了，那明天我就卖螃蟹包配豆浆了。各位乡亲，今天的新品是黑豆豆浆，黑豆豆浆2文钱1碗，这么便宜啊！买1碗尝尝。赵家媳妇儿，这个就是你上次说的那个新品啊？对，大爷要来1碗吗？来。这豆浆很不错，而且很便宜啊。你喜欢就好。确实好喝，赵家媳妇手好巧啊。对呀，这东西可真新鲜，又香又甜。时刻好感值加20加10加25加20。来，给我来2碗那什么豆浆。他居然来找我买豆浆，这太阳从西边升起了吧？啊，不够。算了，2个铜板而已，只要他们不给我找麻烦，我就阿弥陀佛了。这是什么呀？啊！岳父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不干不净，让人怎么喝？不干不净啊！这里面的苍蝇是谁放的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自己放的了？我可没说这个话，是你自己说的。我看你就是不想承认，还想狡辩。这说明我们倒霉。哎，离远点啊！别弄脏了食物。你什么你啊？哎呀，这还用我弄脏啊？你这里啊，本来就不干净。蔡老头，你这一把年纪了，别这么不要脸啊！我吃了这么多次，也没有见过1个苍蝇。就是，我看蔡老头，你这是诚心找人家麻烦。没准那苍蝇就是他自己放的。没准那苍蝇就是他自己放的。我管你们呢，反正啊，我是在这吃到了苍蝇，他就得为这个事儿负责。说来说去，你们不就是想要钱吗？刚才2碗豆浆本来是4个铜板，你们只给了我2个铜板，现在我还你们4个铜板。4个铜板怎么够？最少也得。你要是嫌不够，那我把李正叔叫过来，信不信？这么多村民给我做见证，我倒要看看谁更有理。赵家媳妇儿，我们都给你作证。你们，我们走。走。感谢各位乡亲们帮助。感谢各位乡亲们帮助。为了表示我们的感谢，接下来的豆浆就当我请大家了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
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赵姐媳妇儿，我想给我老婆子带碗，可以吗？明天我把碗给你送过来。没问题，这碗不着急，明天再送过来也没关系。还有各位乡亲们，今天是我最后一次摆摊了，过2天我们打算去镇子上摆摊。赵姐媳妇儿，你是打算去镇上开店吗？是的。以你的手艺啊，去镇子上开店会有更好的发展。哎呀，可惜了，我们以后吃不到你的手艺了。是呀，赵家媳妇儿，你们走了之后，我们想吃早餐可就没地方买了。你们走了之后，我们想吃早餐可就没地方买了。真是抱歉啊，为了表达我的歉意，今天所有的早餐我免费请大家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来，你真的要去镇上开店？是的，婆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当然好了，不过去镇上开店，每天要来往村子和镇上，要辛苦你了。我们不是有车吗？就是要麻烦您一个人照看家里。什么麻烦不麻烦，我又不做什么。对了，我去拿辣酱，你们帮我尝尝。好。是记忆中熟悉的味道。来，相公、婆婆，你们也来尝一尝。怎么样？挺辣的，但是越吃越想吃。来，搭配菜的话，应该会很好吃。那我们中午就搭配面来吃吧。好啊。这么大块面，一半可以做葱油饼，一半可以做面条。一半可以做葱油饼，一半可以做面条。你们面里面是要加醋，还是酱油，还是辣酱呢？嫂子，我要辣酱。行，嫂子给你加。我要辣椒酱，不过要少一点。行，好的，婆婆。你要多少？哦，适量。行，不过是在加。哎呀，好辣，越辣越好吃。哎呀，好辣，越辣越好吃。时刻好感觉加25加15加15加25。接下来就看明天的了。老板，我如约而来了。姑娘，你是来要那10文钱的？哎呀，那个不重要。老板，这是我自己做的辣酱，我今天特意来给你证明我不是骗子的。顺便，我今天再要20个陶罐。辣酱？啊，老板，你尝尝看。好。这也太辣了吧！要不然怎么能叫辣酱呢？能有人吃吗？能有人吃吗？老板，一看你就是不爱吃辣的人。这种啊，对爱吃辣的人来说，那简直是宝贝啊！你平时可以搭点白米饭啊、白面条，甚至用来炒菜，那味道倍儿香啊！保管你吃了还想吃呢。姑娘，你确实说对了，我确实不怎么能吃辣，这对我来说确实太辣了。你还要20个罐子啊？啊，对，这20个罐子300文，你看行吗？300文啊？老板，长久生意嘛。成，300文就300文。那你什么时候要？我现在给你搬到车子上。啊，不，现在是放到你这儿，等我走的时候我再过来取。哎，对了，那我先付100文在您这儿当押金。行吧，那你那10文还要吗？哎，不要了。哎，不要了，老板，祝你生意兴隆，我先走了。行，慢走，也祝你开业大吉。行，借老板吉言。好嘞。哎，姑娘。啊？老板，怎么了？你还有事儿？
你这辣酱怎么卖的？辣酱啊，100文一罐。老板，你想要的话，就给你80文一罐吧。80文啊，这太贵了点。老板，这你也知道，我这辣酱可是独一份的，再加上我的人工费啊，还有手工费、材料费，加上你这罐子，80文已经是最便宜的价格了。成，80文就80文。成，80文就80文。好嘞，感谢老板您的惠顾。好说，只要你记着下次也按这个价给我就行，长久生意嘛。没问题。好，来，这你拿着。时刻好感值加25。老板娘，你这摆的是什么呀？蔬菜包。哦，原来这个就是蔬菜包啊。这样式可真奇特啊。就是啊，不知道是怎么做的。各位，这个是辣酱，大家可以蘸一点尝尝味道，然后再决定要不要买。但是还烦请各位在品尝之后，把筷子用清水涮一下。把筷子用清水涮一下，以便下一个人使用。还可以尝呢。可以啊，尝尝尝。老板娘，你这1两该不会就是一个碟子的分量吧？1两一罐。好辣，哎呀！天哪，这辣味也太爽了！各位，因为今天是第1天出摊，所以没有做太多。这个辣酱呢，一共只有10罐，而且每隔7天才产出1批。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就赶紧吧。什么？只有10罐？老板娘，快给我来1罐！给我来1罐！我要3罐。3罐？你怎么能要这么多？其他人怎么办？我不管，我就要3罐啊！不，我全要了。老板娘，你这10罐我全都买了。老板娘，你这10罐我全都买了，我给你双倍银子。这人怕是一个很爱吃辣的人。虽然双倍银子很心动，但今天第1天摆摊，需要积累人气和名望。这位客人，很感谢喜欢我家的辣酱，但是很抱歉，这10罐辣酱我不能全部卖给你，毕竟还有其他人要买。我出双倍银子也不行吗？那9罐行不行？抱歉啊，真的不行，只能卖你1罐。啊，这1罐也太少了。那3罐行不行？实在不行2罐也可以。这人还真是非常喜欢吃辣呀。抱歉，真的不行。抱歉，真的不行，我真的只能给您1罐。那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如果你要的多的话，你先预定，等到7天之后，我会给您预定的数量，如何？现在就只能卖你1罐了。预定？可以预定啊，老板娘，给我预定1罐。给我预定1罐，我也预定。我5罐，我要20罐。20罐？也不行吗？当然可以呀，可以的。哦，来，时刻好感值加25加30加20加15加15加20。哇，娘，我要吃这个。老板娘，这个怎么卖的？这个3块钱1个，给我拿1个。行。给我拿1个。行。来，你拿好。谢谢。好好吃，娘，好好吃。是很好吃啊。时刻好感值加30加20。我要。好吃啊！好吃。欢迎光临。客官是要……是你们？哦，你们2位是来找我们家老板的？你们2位是来找我们家老板的？哦，不是，我们是来吃饭的。吃饭啊，吃饭，看看要吃点什么。你来点。那我们来个小龙虾，再来个素炒土豆丝，红烧猪蹄，再来1份汤，2碗米饭就可以了。好嘞，稍等啊。这家酒楼虽然是镇子上最大的，
但是来往的客人却是很零散。明明现在是午饭时间，按道理说就算不会坐满，也不至于这么零散吧。二位，菜来了，剩下的还在做，二位稍等啊。行。菜来了，哎，剩下的你稍等啊。好，我们先吃吧。来，尝尝这个。这味道怎么这么奇怪啊？好难吃啊！你尝尝。终于明白为什么这家酒楼的客人这般零散了，菜如此难以下咽，客人怎么会喜欢呢？相公，我们走。客人，这不能进去啊！哎，你放开我！你们的菜做的那么难吃，还不允许我重新加工吗？客人，你要想重新做，我们可以给你重新做，但是这厨房是真的不能随便进啊！哎，不用，我自己来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动你们厨房任何东西的，我只是不想浪费我的银子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王老板，又见面了。哈哈，原来是赵先生和赵夫人呢。怎么，今天二位又有什么东西要交换吗？没有，我们是来吃饭的。吃饭的？那这是……王老板，恕我直言，你们店里的东西简直是难以下咽，是点了菜又无法退回。我这人有本性抠门，实在是舍不得这点银子，所以我就想借用你们的厨房加工一下，正好让我们夫妻二人安心吃一顿饭嘛。赵夫人、赵先生，你这要求恐怕有些……王老板，这是加工费，你看行吗？好吧。谢谢啊，但是能麻烦你们都出去一下。可是还有客人的菜没有做呢。行了，让客人们都等一下吧，我倒是要看看这赵夫人重新加工的菜能做成什么样子。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些菜？我自有办法，没准儿我们又有钱赚了，相公。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好香啊！这还是我们的饭吗？你们都搁这儿在干什么呀？大家只不过好奇你在做什么这么香。我就是把你们的菜呀重新翻炒一下。走吧。走。真的只是简单翻炒了一下？那是怎样的翻炒，能让我们原本难吃的菜变得这么的香？相公，你快吃，吃完我们还要去找店铺呢，已经耽误很久了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对切身的手艺又敬佩了几分？没想到，只是增加几味调料，就能改变一道菜的味道，确实厉害。多吃点。二位，这个我可以尝尝吗？当然可以呀。食客好感值加50。赵夫人，您的这个手艺可真是太厉害了，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，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我们酒楼的饭能变得这么好吃啊！您过奖了。赵夫人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想请你帮个忙。你随便猜一下。你是不是想问我这道菜是怎么变得这么好吃的吗？是。告诉你也不是不可以，之前帮了我们那么大的忙，不过价格……价钱好说，只要你肯帮忙。王老板，您作为酒楼老板，你也应该知道一道菜的秘方的珍贵之处吧？那倒是知道。之前您帮我们那么大的忙，所以我也不乱要价，3道菜200两，您觉得怎么样？200两，赵夫人，你这价格也……王老板，您不是说价格好说吗？可是这……王老板，您知道的吧？这一道菜变得好吃了，会对一个酒楼带来多大的改变吧？而且我的这个秘方不仅适用于这3道菜上，适用于你们酒楼所有的菜品上面。您是说……有了这个秘方，我的酒楼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200两值了！成就！多谢！快去拿200两的银票，还有纸和笔来。
你再吃点。好，拿。哎，对了，王老板，这桌菜多少钱呀？这菜啊，就当送你了。不用付钱？那怎么好意思呢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，必须有的饭吃。那既然如此，为了表示我的感谢，那我就再送你一道我自己做的菜的秘方吧。那可太谢谢赵夫人了。没事儿。嘿嘿，那就多谢赵夫人了。彼此。我再尝一口。时刻好感知加50。相公，我刚才香囊好像掉到厨房了，你能帮我去找找吗？别着急啊，我去找找。恭喜宿主，3天内获取1000点时刻好感知任务完成，奖励宿主神秘抽奖1次，请宿主查收。恭喜宿主获得店铺1间，奖励已下放，请宿主查收。这抽奖也太好了吧，简直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小小啊，没找到啊。哦，我刚才放袖子里面，忘了跟你说了。咱们吃完赶快去找店铺吧。相公，你觉得这里如何啊？确实不错，不过价格应该不便宜吧？哎，没事儿，这既可以当我们店铺，也可以当我们的住宅嘛，一举两得，挺好的。相公，我们回去吧。好。大哥嫂子回来啦。娘，昨日太晚了，我们就在镇上待了一宿。婆婆，你今天好点了吗？还咳嗽吗？药吃了没？感觉好多了，不咳了，药也吃了。嫂子，你们昨天去镇上怎么样啊？东西卖得好吗？挺好的，镇上人啊都很热情。我们刚一去啊，东西都卖完了。我们还买了个店铺。买了个店铺？什么样的？就是那种前后都很大，前面还有院子，可以摆很多桌子，后面还有3间房子呢。到时候你们去镇上啊，都可以住在那儿。那太好了。那么大，那价钱一定不便宜吧？他们刚开始要150两，被我还到100两。100两？那么贵？没关系啊，我之前在酒楼挣了200两。200两？嫂子你也太厉害了吧！那酒楼明天就开业了，婆婆，到时候你要帮忙哦。应该的，我们明天早点出发。相公，是时候该放鞭炮了。哎，别耽误了及时。欢迎各位来品尝我们的糕点，大家请进吧。哎，王老板，赵夫人，您这新店开张也不告诉一声，我好来祝贺一下。王老板，您说笑了，我们这么小的店，哪好意思劳烦各位大驾呢？但是也感谢你们来捧场。那为表我的谢意啊，今天你们的早餐我们店全部包了，请进吧。王老板，赵夫人啊，哦，不对，应该叫老板娘了。赵夫人啊，哦，不对，应该叫老板娘了。王老板，您叫的怎么顺口，怎么叫就行了。哎，不同的称呼代表不同的身份，不一样的。您为何这样说啊？这不是担心你开个店跑的生给烫了吗？我以为你要开的是餐馆或者酒楼呢。王老板，您真是会说笑啊。行了，好了，我现在也放心了，没事儿。老板娘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或者合作的地方，您尽管说。我的确是要打算开酒楼的，不过不是现在，还是不要说出来，吓到王老板吧。老板娘，哎，郑少爷，你是要来买点什么吗？你那个辣酱还在做吗？哦，辣酱啊，7天后保管你能拿到。那就好。那我先告辞了。哦，那行，
慢走啊。啊。唉，这天越来越热了，我必须得想点新品才行啊。恭喜宿主激活夏日美味甜品大礼包，请在24小时内前往后山出发领取，过时不换哦。这后山其实是座宝山吧？哇！小小，这后山真的有你需要的东西吗？应该有的吧。哎，你快看，那不是吗？哎，慢点。哎呀，真的有板栗啊！这后山真的有板栗。恭喜宿主领取夏日美味甜品大礼包，请在1个月内获得2万点时刻好感值，任务完成奖励宿主神秘抽奖1份，请宿主再接再厉。媳妇，笑什么呢？你说发现什么了吗？哎，相公，我们发财了。所以你说发现什么宝贝了？哎呀，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这个刺果。这个呢叫板栗果，你看外面的毛，还有那个绿色的皮呢，都叫外壳。外壳里面都可以吃的。哎，你小心点。嘿，这个可以吃。你看啊，这里能有板栗果，这说明附近一定有板栗树。咱们去找找。走。哎，这个真的能吃啊？能吃，而且很香的。不过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哦，我之前无意间试过一次。所以就知道了。这怎么吃啊？吃下去会扎上嘴的吧？哎呀，回去你就知道了。快，先把它捡起来。好。哎呀，一半炒着卖，一半做甜点，完美。那咱们就定价半袋20铜板。20铜板，这么贵啊？会不会没有人买啊？哎呀，你放心，只要有1个客人买，之后就会有其他客人买的。而且，相公，这个板栗可是我们小城之家独一份的，这不卖贵点儿，怎么能体现它的特殊性嘛？就你鬼点子多。就你鬼点子多，我先出去了。冰饮，夏天来点冰饮最舒服了。可是这冰块和牛奶从哪儿弄来呢？赵兄，是你啊？这次来是要辣酱，还是要新品？当然是新品了，我家里的辣酱还没吃完呢。哎，这就是门口招牌上写的板栗。没错，这个就是板栗，要不要尝一颗？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，板栗不是这样吃的啊？那怎么吃啊？赵老弟，许久不见，近来可好啊？哦，王老板，多谢关心，我近来很好。今日前来也是为了新品而来吧？哈哈，正是。哈哈，正是。郑老弟也在啊。这他们家一有什么新品，你总是第一个来。年轻人速度就是快啊。这就是板栗啊？对，我正要跟赵兄请教怎么吃呢。这个就是把板栗使劲一捏，然后把壳去掉，就可以吃了。王老板，你尝一颗。哦，这不破坏规矩吧？没关系的。有点意外啊，还以为会很甜，没想到这口味刚刚好，味道也不错，这也太好吃了。郑老弟说的对，这板栗啊还真好吃。就是郑老弟啊，这怎么卖的？这板栗啊，20文半袋。啊？就不能按斤两的卖吗？这样一袋一袋的也太麻烦了。不能，我们家小小说了，就得按半袋半袋的卖。赵兄啊，还是一如既往的惧内啊！哎，你们都别笑了，你们还买不买？买，当然买。这嫂子都这样说，那我就来5袋。啊，我也要5袋。来，我也要1袋。我也要。好嘞，我也要1袋。好的，好的。你们那有5袋，在门口等会儿给你们放着。好。嫂子，
那是什么？那我去收拾一下。好。这个是栗子糕，用板栗制作的，一块栗子糕10个铜板。哦，可以品尝吗？当然可以呀，来，请诸位品尝。哎，大家不要着急，我还有很多呢，每人都有啊。好吃啊。真的好吃。可惜就是太贵了。好吃。正义这个吃货，不知道能不能帮我弄点冰和牛奶。哎，郑少，我有件事想问你。什么事啊？你能弄来牛奶和冰块吗？冰块我家里就有啊，但牛奶嘛，弄来倒也不难。但不知老板娘想要这些东西做什么？难道是又有新品了？是啊，所以我想跟郑少谈一笔生意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呢？当然想了，那是不是跟你合作了之后，就能第一时间吃到这个新品了？能啊，还管你够呢。那我等会儿去你家，然后弄点冰，先实验一下。那就恭候大驾，随时都可以来。老板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来看你的冰啊。你带来的冰块呢？都在仓库里存放着呢。哦，没有坏掉吧？当然没有啊，我可都是好好保存着呢。你要不要看一下？当然要，走吧。哎，对了，你要的那个牛奶，这得过几天才能送到。没关系的，我不着急。来人，把冰块给抬上来。冰块在这里面。这么多啊？这还多啊？我还以为你会需要很多，所以我还多弄了一些啊。哦，不是，我担心这么多冰，我一时半会儿用不了，这个会不会化掉啊？哦，那不会，这些冰能存放2个月呢。2个月？那可以啊。对了，这箱冰块多少钱呀？你算一下，我到时候派人把银子送过来。不用，你之前不是说跟我合作吗？那这些就相当于我们合作的投资，等以后赚了钱，把我的那份给我就行了。那也可以。那行，冰块就先放在你这儿，我有需要的时候，我派小五来取。可以。那我先走了。这是要做冰镇果汁？不是，我这是做冰沙呢。做冰沙？对。虽然不如现代用机器打得那么碎，但是也差不多了。哎，对了，相公，你去帮我取些苹果过来。好。啊，小小，洗过了。啊。哇。相公，这就是红豆苹果冰沙，请品尝。这就好了。时刻好感值加100。好冰，好甜，冰块的冰掩去了甜味的腻，又保留了原有的甜味，吃下去，整个人都感觉凉爽了。这个在夏天必定大卖啊！那是肯定的。相公，你尝尝。好。哎，老板娘，你们这吃的什么呀？感觉很好吃的样子。这个呀是新品。新品卖吗？这个暂时还没有售卖，这是试验品，等到真正售卖的时候还得一段时间，你们先不要着急嘛。哦，那好吧。哦，对了，相公，你去把剩下的冰块全部敲碎，然后放在盒子里，再把果汁倒进去，冰镇上1个小时就可以售卖了。咱们就定价10个铜板1杯吧。好嘞。哎呀，老板，外面牌上写的冰镇果汁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就这个呀，这个果汁啊，是我特意用冰块调制的，在夏天喝起来特别凉爽，就像在冰雪里面一样。咦，冰块？你们居然还有冰块，真是厉害！你们要品尝一下吗？免费的吗？啊，这不是免费的，因为不是新品，只是多了一道工序，所以很抱歉啊，这不能免费品尝。给我来一杯吧。好的嘞。
来，您的。再来一杯，我也来一杯。时刻好感知加100。不加牛奶都这么受欢迎，加了牛奶岂不是风靡全城？郑少，我们约定的牛奶呢？啊，放心，我已经派人找了4头奶牛，牛奶不成问题。4头？你居然弄了4头奶牛啊！这有什么的？不过，那你这些奶牛花了多少钱呀？不多，也就400两。400两还不多。那行，我下午让小五送200两银子过来。前期合作的时候，这些账啊还是算清楚比较好，要不然后面不好算账。那是当然的了。不过你现在可以告诉我，你打算用这些奶牛的牛奶用来做些什么？明天你去店里就知道了。那我先回店里了，下午再送点冰过来。好。盛少爷，你不是下午才来吗？反正在家待着也无事，所以就过来看看，顺便看看能不能蹭个午饭吃。当然可以了，那你先坐，我先把这些冰块保存起来。好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呀是冰箱。冰箱啊？是用来冰镇果汁的。哎，对了，郑少爷，明天你再送10块冰块到店里来吧。啊？我这不刚送过来20块吗？而且我看这冰箱放着20块正合适。对，我知道。所以明天的冰块我要用来做其他东西。做其他的东西？所以明天就拜托你了。好。红豆奶茶，这莫非是用牛奶做的？啊，赵兄，给本少爷来一杯红豆奶茶，再要1碗五色面。哦，对了，再要1笼小笼包。郑少，你这是又没吃早饭就来了？对啊，本少爷多好啊，每天都来照顾你们生意啊。来，刚做好的，赶紧尝尝。多谢啊。红豆呢？来，红豆在下面呢，给你勺子挖着吃。哦。红豆的香味儿搭配着牛奶的奶味儿，再加上这黑糖的甜味儿，哇，简直也太好吃了！哇，这奶茶竟然一点腥味都没有，相反，这牛奶的奶味儿和甜味儿混合在口中更好吃了，好喝好喝！多谢称赞了。赵夫人。哦，你来了。你们家少爷呢？少爷正在前院吃早饭。哦，是吗？哦，那你先去忙吧。好的。是大少爷每天放着自家的早餐不吃，跑到店里来，当真是赚钱多了。小小，弄好了。辛苦你了，相公。你这是打算用这些冰做冰沙？我打算在现场做冰沙，然后你把我做好的红豆端上。啊，好。啊，嫂子，赵兄，哎，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啊，我们这是在做新品。新品？什么新品啊？难道是红豆奶茶？当然不是，这里面全是冰块，还有冰镇果汁。我这在做新品冰沙呢。冰沙？什么样的？快给我尝尝呗。这个是要现做的。这是原味的。你想要什么口味啊？都有什么口味啊？果汁有几种，这个冰沙就有几种。或者说你想要红豆冰沙。相公，好。
我来说，你来写名字。怎么写？你先写一个红豆味冰沙，然后再写一个苹果汁冰沙，然后再……嫂子，我怎么觉得你这冰沙就是将果汁和冰混合在一起啊？什么？不然你以为多复杂啊？哦，那你还要品尝吗？要，当然要。那我就来份红豆冰沙。行，没问题。走。哦。相公，去把牛奶拿过来。好。走。来喽，郑少，您的红豆味冰沙。时刻好感觉加百。好冰，别说，还挺好吃的。吃了之后，整个人都感觉很冰凉，很冰爽。夏日的炎热似乎就在这碗冰沙里被驱散了。怎么样？好吃啊，又好吃又凉爽。你满意就好。恭喜宿主在1个月内获取2万点时刻好感值，任务完成，奖励宿主神秘抽奖1份，请宿主注意查收。哇，终于完成了！哎呀，让我看看这次抽到什么好的。恭喜宿主获得秘制火锅点料配方1份。火锅？请在半年内获取20万点时刻好感值，任务完成，奖励宿主神秘大奖1份，请宿主加油。哎，这半年20万还可以啊。我相信没人会拒绝火锅和冰饮的搭配吧。开心店。那个新店准备的差不多了，等明后2天，我将菜还有火锅底料准备差不多就可以开张了。那火锅店开张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将本店的饮品全部撤下来，然后放在火锅店里面，他们一起售卖。哦，全部撤下来？对啊，这本来夏天火锅和饮品是最好的搭配啊。而且这饮品本来就是要在店里售卖的，既然这样的话，还不如直接放在这边售卖，那边本店也比较轻松嘛。但是这样的话，会不会引起顾客的不满？那也没办法，那火锅店肯定是要卖饮品的，而且两边店肯定不能重复嘛。到时候我还打算把果酒拿出来售卖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你之前一直不愿意把果酒拿出来卖，就是为了放在新店售卖，对吧？是啊，而且这果酒本来就没有办法和早餐还有包子一起搭配吃嘛。那现在要去购买食材吗？不用，等开张前1天买食材，这样也新鲜。现在主要就是把火锅底料准备好就可以了。哦，麻辣、微辣、清汤，搞定。来，喝茶。对了，相公，你知道咱们这儿哪儿有打造银器的地方吗？打造银器啊？你是想打造首饰吗？哎呀，不是，我想打造一些银签，100只，大概这么长吧。打造银签，这用来做什么？就咱们买的食材，然后把肉类的食材用银签串起来，这样也方便售卖嘛。为什么要把食材用签子串起来？哎呀，就是如果我们不把那个食材用签子串起来的话，大家都会乱成一团的，而且也不方便算账了。要真这样的话，哎呀，相公，我们开张的时候你就明白了。现在你要我解释，我一时也解释不清楚嘛。不过打造银器的话，一般首饰店铺就能打造，但是一般银器都比较贵，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打造你想要的银签。咱们先去看看呗，要是不行的话，再想点其他办法吧。行，咱们先去看看。两位客人，看看需要点什么？哎，二位不是小城之家的老板娘和老板吗？啊，你认识我们？那当然，我夫人和我女儿经常去你们店里买点心，偶尔呢我也会去的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那谢谢老板一家对我们小城之家的照顾。哎，哪里，主要老板娘的手艺好。二位需要点什么？
我想打造一些东西。长度大概就10公分，然后就跟银针的啊，不对，比银针再粗一点点。比银针粗一点点。你看看。对，大概就这么粗。但是这个尖儿能不能再尖一点啊？但是也不能太尖啊，要不然能扎到人。就是只要能穿透肉就可以了。不要太尖，要能穿透肉，这不还是需要尖一点的吗？老板，您尽力就好了。那行吧，二位看一下还需要点什么？不需要了。老板，您帮我打造100个就好了。价钱不是问题，但是就是有点急，明天或者后天能给我吧？可以，没问题。大概明天下午就可以过来拿。那行，谢谢老板了。老板，这个是这笔定金，明天来的时候我把剩下的钱给你。当然可以了。相公，那我去找那个正义借点人手，防备明天人多太乱了。好嘞，咱们走。二位慢走啊。二位请稍等片刻，我家少爷随后就到。有劳小哥了。怎么了？什么事儿？非要把我给喊出来？郑少，我想找你借点人手。借人？做什么？我新店开张，要2个侍卫，4个招待。工钱嘛，郑少，就你给吧。哟，新店要开了。行，这人交给我，男的女的，有什么要求啊？4男2女吧，看门的得镇住场子，别让闹事的扰乱我们生意。好，交给我。那我们先走。走了。不是定了那么多银钱吗？还要竹钱干什么？哎呀，这银钱是穿肉的，竹钱是穿菜的，分开不是好算账吗？磨得光滑没毛刺，眼睛都要磨花了。累了啊？那我给你加餐。真的？你去盯着火，我去买点食材。好。菜给你送过来了。麻烦帮我放那儿啊，谢谢。最近又有什么新品吗？商业机密。那你这辣椒可多做点。没问题，到时候给你再送点过去。看你还送挺多菜的，那你刚好在这留着，帮我穿一下吧。行。这银签做好了，看来挺顺手。刚送来的，刚结完尾款。这银签到底是干嘛的？小小说是穿食材用的，具体我也不太清楚。穿食材用银的，哼，够讲究。这是尖了点儿，但是穿肉够用。嫂子，你刚才无视我说话，我说这签子到底是干嘛的？哎呀，这是穿肉用的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相公，去帮我把菜拿过来。好。川菜我也会。你呀，你看着。相公，我教你一遍啊。看，卷住一个白菜，那这样一个就完成了。简单，我也来。这样就成了。来，给我一个。可小心啊，别扎着手了。放心吧，本公子马上就学会。哎呀，好了，差不多，别弄了。那个，明天咱们酒楼开业，我一会儿做点好吃的，咱们还有力气干活。好吃的，送我一个。成。哎，对了，厨房里的肉要不要洗啊？洗啊，洗干净一点，到时候就是按条纹碟子给它装起来，到时候好区分价格。对了，盘子少装点，不然客人没得选。穿肉用银的会不会太浪费了？这才显得金贵嘛，客人乐意花这个钱。哎呀，好了，咱们去吃饭吧。走。10
吃更好，感知加100加100加100。喜欢辣的可以加辣酱，不喜欢吃辣的可以加芝麻酱，配冰饮会更爽。哦，来，给你的。嫂子，你把这火锅底料的秘方卖给我吧，我出重金。你都算半个老板了，来吃不要钱，你要配方干嘛？也对啊，那你以后每天给我留一桌。你要吃啊，自己打桌子去。这10桌啊，我要留给别的客人。行，那我就再给你订个冰箱，让你储存食材用。那就谢了，那我就当是你的入股投资了。快吃吧。相公，把开张的注意事项写下来，等会儿我让郑六去买点鞭炮。写好了，要送什么礼物？前50桌客人的话，每人送小城之家10种糕点吧。10种啊，会不会太多了？第一天开张，这亏点也值。再说了，抓住他们的胃，以后不愁没有生意。嫂子，这咋定价呀？哦，来这儿，好便宜啊！嫂子，你这是藏了后手啊？麻辣15两，鸡汤20两，这一般人吃不起吧？这1个月吃1次火锅还是吃得起的。咱们走的是精品路线。咱们每天只招待30桌，你刚说送50桌糕点。谁说一天送完了？这火锅吃的是服务时长，从早上到晚上刚刚好30桌满。那客人多了怎么办？就预定呗，然后付定金，超过时间就作废，定金退还。这法子稳妥。那快去贴起来。好。嫂子，冰箱和桌子过2天就送过来了，你这2天给我留2桌吧。行啊，付钱。你连2天都不放过？我们又不像你郑家家大业大的，我们得精打细算，是吧，相公？可那又不是我的，以后你们可得带着我赚赚钱啊！我以后可都靠你们了。你看我干什么？问你嫂子去。想赚钱啊？那明天早上你来店里帮忙，管饭。成交。老爷、夫人，黄老板来了，说要见你们。快，请进来。哎呦，赵老弟、弟妹，哎，恭喜新店开张，一点薄礼。谢谢啊，谢谢王老板啊，快坐下喝茶。哎，你们这新店都要开张了，你们都还在这干嘛呀？啊，我们都去新店找你们了，门都关了的。我们新店中午才开张，这食材啊放在地窖还有冰箱里呢。这该差不多了，那我们先去准备了。这是什么呀？看着挺稀奇的。这是火锅食材，这个桌子呢是蔡掌柜专门为火锅食材放置设计的桌子。蔡掌柜的，这火锅是什么呀？火锅啊，就是在一个桌子上放个锅，然后你加上底料，再加上水，那水咕嘟咕嘟的冒，反正就是很好吃。他们都没听懂。没事儿，等会儿你们尝尝啊，就明白了。小六，你去给那个墙上贴一下注意事项，还有价目表。小七，咱们准备去放鞭炮。走。哎，好，欢迎各位来捧场。本店为火锅，3言2语解释不清楚，欢迎大家来进店品尝吧。我们店每天只招待30桌，如果预约满的话，到时候可以留下信息和时间就行了。食材呢都是用竹签还有银签串着的，大家小心啊，别扎到手就行了。但是如果有人故意胡闹的话，我们可不介意请官差哦。还请官差？那么严？这不是针对好人，只是防着那些不怀好意的人。哦，对了，前50桌客人，我们送每桌客人10种小城之家的点心。欢迎你们成为我们小城之家的第一批客人。
天哪，这麻辣烫抵15两，也太贵了吧！哎，弟妹，快来，这火锅闻着真香啊！行，王老板，等我忙完我就过去。哎，这位顾客，我们现在桌子已经坐满了，你可以约后面的。不是说1天30桌吗？怎么才10桌就满了？30桌是全天的，一次性只能招待10桌，1个时辰之后你可以约下一批了。哎呀，弟妹，这火锅可真是绝了，再配上这果酒啊，简直就是神仙日子。这以前只知道小城之家的点心，没想到这火锅更厉害。你们喜欢就好，果酒别喝太多了，容易醉。叮，时刻好感值加100加100加100。是啊，真好吃。看来要不了2个月就能拿到20万的好感值了。别太累了，科举还早呢啊！快了，得抓紧。康儿，你改日再走吧，这眼看着天都要下雨了。娘，科举日子定了，不能改。您放心，路上我们会小心的。哥，这是我给你做的干粮，路上吃，一定要金榜题名。好，你在学堂也要好好读书。相公，你放心吧，家里有我。笑笑，辛苦你了。走了。嫂子，店里出事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笑笑，婆婆，没什么大事，别担心。走。嫂子，五花肉和鲜虾滑库存已经告急了。那你们去肉铺还有水产铺问了吗？都说库存有点紧张，要等3天后才有货。可是客人明天预约了20桌，点的全是红烧肉和鲜虾滑，要不明天换菜单？幸运要紧，你看好店，我去一趟黑市。好。啊，老板，咱们这儿有五花肉还有鲜虾吗？蔡老板娘，五花肉倒是有，就是价格贵了3层，还不新鲜。不新鲜？是刚从北方运来的冻猪肉，用冰窖存着，就是价格不菲。全要了，再给我来50斤鲜虾，我加钱。好，请稍等。这冻肉用来做火锅，怕是搅也搅不动啊。我呀，把这个肉切成薄片，然后用黄油腌制了半个小时，再裹上淀粉，保证这个肉质比较滑嫩。你尝尝，来，你尝尝，来。时刻好感值加100加100加100。好吃啊！这新品花肉，真是美味啊！是啊是啊，这口感更加顺滑，滋味更好了呢。你们喜欢就好。哎，大家听我说，小城火锅用病死肉，吃了上吐下泻，大家千万不要去买啊！小城火锅用病死肉，吃了上吐下泻，大家千万不要去买。老板娘，有人在外面造谣，好多预约的客人都退单了。先别慌，我都听说了。你去准备50斤五花肉，再备张桌子放门口就行。啊。各位街坊邻居，今天火锅免费大家试吃，如果发现半点问题，我们赔10倍银子。这肉新鲜的很啊，哪像病死的？这位公子昨天插队被拒，今日我就被造谣，大家觉得可信吗？哎呀，就是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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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感谢大家为我作证，
凡今天进店消费者统统7折。好。老板娘，这账本不对，明明那么多人，到月底还亏了50两。这冰块还有酱料的消耗太大了，尤其是那免费的蒜泥还有香油，经常性被客人端走。你去做一些小碟子，上面贴着酱料5文1碟的标签。这样会不会太小气了？你不懂，免费的才最贵。你看那些点了10碟8碟的那些客人，谁能吃得完呀？哦，还有，从明天开始，咱们店只要充值100两，就免费送10次汤底券。老板娘高明。嫂子，要不我不上学了，回来帮忙吧。那可不行，读书要紧。哎，郑六，你去把后厨还有前厅的规则都写下来，贴在墙上，每天早上让他们背。端菜的时候要说小心烫，客人们加汤的时候要说这个辣度要不要调整，还有结账的时候要让前台说慢走，欢迎下次光临。好。弟妹啊，你这是把火锅店当成学堂了？人靠谱，生意才能做长久嘛。老板娘，结尾开了一家大成火锅，连菜单都跟咱们一模一样，甚至连冰醉小龙虾都抄了。没事儿，那咱们明天推出新品，就叫9宫格锅底，中间清汤，四周是麻辣的，而且可以同时涮多种食材。弟妹，你点子还真多，佩服佩服。婆婆，咱们现在店里的生意也算安稳了，算这日子，相公也该考完了。以相公的实力，我觉得咱们以后肯定是要发家进京的，所以我打算去京城看看酒楼生意如何，顺便去接相公回家。你呀，想去就去吧，路上注意安全啊。行，谢谢婆婆，那我走了，这段日子还劳烦你看店了。去吧。会试放榜，放。哎呀，周嘉诚第171，我考上了，我中了。于嫂111，我中了111。放榜前50名，贵榜第45名孟真亚，贵榜第32名张如森，贵榜第17名郑毅。我考17名，恭喜恭喜！第2名孙宇璇，贵榜第1名，贵榜第1名赵康成。相公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还得是你啊，赵兄。相公，来接你的是圣旨。谁是赵康成？草民在。赵康成接旨。草民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才子赵康成高中榜首，状元及第，昭告天下，与国同庆，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状元公，恭喜了。请换上官服，随咱家进宫面圣吧。老公公，稍等片刻。潇潇，多亏了有你，要不是你，我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。傻相公，何须多言。好，好，